殿下，太子哥哥，殿下，您受苦了吧？您有什么想吃的，回府上我给您做啊。我没事，都瘦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说没事？我真没事。倒是你啊，我听说你是自个儿逃出来的。臭小子，没有白费我的教诲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在谁身边长大的。怎么了？无事，走吧。这几天，大人因为太子殿下的事情劳累颇多。我做的这些，和寒夜当年为紫园做的那些事儿相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大人何必妄自菲薄？当年是您让帝小姐免受岱山囚禁之苦，也是您这10年来一直为帝小姐在京中铺路。可10年前，抄斩帝家的圣旨一出，全天下的人都盯着太子府，因为太子凭一纸圣旨保下了帝家姑娘。在这风口浪尖上，他再做任何事儿，都会惹人注目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做了。我记得当时的传言说，帝竟爷因病死在了太子府。没错。可1年后，寒夜就把死人变成了活人，而且还当着天下人的面留在自己的身边。这份谋略和胆量，我自愧不如。可大人当时也将帝承恩唤作帝子元。那不一样，我做不到他那般谋划，把死人变成活人。这么想来，太子殿下当年就像温硕之时，也不过才10几岁。是啊，10几岁的他，依然为紫园做了那么多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您快吃啊！这几日您在牢里，肯定没吃好吧？快多吃点。看来，即便你被歹人抓了去，心里面依然惦记着精进厨艺啊。哪有啊？我惦记的明明都是殿下。殿下，您先喝口热茶。哦，这是我熬了几个时辰的鸡汤。您快尝尝。我不过是被关了几日，你这也太上心了。殿下，虽说你只是关了几日，但对于我来说，真是度日如年。要不是为了我，要不是江鱼抓了我，你不会在大街上杀他的。此事与你无关。在你之前，我已从骆明熙手中取得左相作恶的证据。他为了钳制我，将你掳走。但他既然将手伸到了西北军中，我势必要斩杀他。那日，我被抓走了，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，听得见，说不出，动得了，出不去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觉得，自己难道要死在这里了吗？
我身为储君，这半生克己复礼，鲜有能随心而活的时刻。我这辈子最开心的，就是皇爷爷的这道赐婚圣旨。不管我们帝韩两家曾经有过怎样的隔阂，我们两个人的命运早就纠缠在了一起，分不开的。巧得很，让我心动的任安乐，便是我要守护的弟子园。你可曾记得，在这苍山之上，我曾说过，你会陪我闯下大经盛世。我自然是记得的。当时太子殿下可是跟我说，让我只做你的知己啊。那不算。这香气是梅花，梅花再开，物是人非。山中梅花不知岁月，多希望我们也能这样。安乐，待梅花盛开